差杨错跟未来妹夫产生交集后，两家为了遮丑仓促换婚。我嫁给妹妹爱的顾燕晨，妹妹嫁给了傅家的病秧子。婚礼当天，妹妹不堪受辱死了，顾燕晨从此恨我入骨，对我整整折磨30年。你还敢装无辜？直到郁郁而终那天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徐半夏，下辈子滚远点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当年的订婚宴。两家长辈都在，我提议婚礼提前吧。我想早点娶柔柔。至于半夏，她本来就是该替柔柔嫁入傅家，照顾那个重病快死的病秧子的。不对，顾燕晨她也重生了。姐姐对不起，都怪我，要不是为了我，你也不会去嫁给一个病秧子。接着，上辈子我背了你一辈子的黑锅，被全京城骂是抢妹夫的心机女。这辈子，这男人你想要，我许半夏送你。好。我嫁，这才对嘛！半夏懂事，妈就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孩子。懂事，明事理。上辈子我掏心掏肺的懂事，最后却死在医院里，连个收尸的人都。姐姐对不起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。许柔这副姿态真是令人作呕。要不是为了替她去嫁给傅家那个病秧子，许家又怎么会把我这个流落在外的真千金给找回来呢？可上辈子，所有人都觉得是我对不起她。柔柔，不怪你。是他自己答应的，徐半夏，你自己说的，别后悔。好了好了，皆大欢喜。柔柔、半夏，你们两姐妹下个月定在同一天出嫁。半夏也要这么急？赶早不赶晚，半夏嫁过去是享福的，早去早享福。听说那傅家三爷都卧病在床好几年了，就这种情况还要娶媳妇儿，不是耽误人家姑娘一辈子吗？谁让她是半路回来的？许柔才是许家从小养大的心头肉，能一样吗？说吧说吧，随你们怎么说。上辈子听到这些话，我还会躲在卫生间为自己的命运痛哭，但这一世，瞧瞧，多上心啊！燕晨这孩子靠谱。徐半夏，傅家三爷虽然卧病在床，但傅家不会亏待你。你嫁过去好好过日子，等以后我不会不管。知道了。半夏，你自己打车回去吧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姐姐，谢谢你成全我们。一眼哥哥说，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娶到我。姑娘去哪儿？许家别墅。哎，这辈子我就如了你们的愿，让婚姻回到它原本该去的正轨。姐姐，你看，这是燕晨哥哥专门从国外定制送给我的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半夏、柔柔，快来吃草莓，这可是刚买的新鲜货，可甜了。哇，好甜！谢谢妈妈。半夏，你也过来吃啊？站着干什么？吃个东西还有人去请你吗？我回到这个家整整3年了，他们却连我对草莓严重过敏都不知道。我草莓过敏。瞧我这记性，给忘了。既然你不能吃，那就算了，别在这儿干站着了。柔柔，来，你多吃点。半夏，你明天嫁去傅家的东西，我都已经让人给你收拾好了。明天一早傅家就会来人接亲，到时候你别乱说话。知道了。这里面有20万，算是给你的嫁妆。去了傅家别让人瞧不起，好歹是许家的女儿。20万，给许柔订婚的那条钻石项链，光是零头都不止20万。哼。燕晨哥哥，我下个月结婚要穿那件高定的婚纱，你早就答应我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都听你的。许家这个真千金，连件合身的婚纱都穿不起，果然是乡下来的，穷酸气冲天。就是，站在顾少身边，真是一点都配不上，丢死人了。上辈子我嫁给顾燕晨的时候，许家怕我丢人，咬着牙给我置办了几身体面的行头，婚纱也是专门定制的，至少让我看起来像个得体的新娘。可结果呢？因为那条不合身的婚纱，我成了全圈子的笑柄。这辈子我要替许柔嫁给傅家那病秧子，许家连装都懒得再装了。许先生，这是我们三爷准备的请帖，请您过目。8位数的彩礼，还有
还有3套市中心的大平层。许半夏不是去嫁给那个病秧子吗？怎么会给这么多彩礼？许小姐，我们先生特意交代让我问您对婚礼还有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您提都可以。没要求，按日子来就行。是，许小姐，那在下就先告辞了。半夏，你可真是走好运了，没想到那病秧子出手居然大方成这样。不过啊，这些彩礼我们做父母的就替你收着了，反正你嫁过去什么都不缺，这些大钱你也用不上。我盼了那么久的婚礼，顾燕晨给我的彩礼也才600万，许上下这个乡巴佬嫁个病秧子，彩礼竟然比我多了整整几倍，凭什么？燕晨哥哥，你看姐姐的彩礼比我多那么多，我不管，我也要那个粉钻的全套首饰，你之前都只给我买了项链。好，给你买。燕晨哥哥，你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他也就是现在得意2天，等嫁过去有他哭的。你别以为给了你彩礼就万事大吉，嫁过去好好伺候人，别丢了许家的脸。柔柔，给你带了盒蛋糕，你最喜欢的慕斯。燕晨哥哥，这个不对吧？你忘了我芒果过敏啊！我买都买了，既然柔柔过敏不能吃，那就你吃了吧。不要，扔了吧。我一定是疯了，怎么会买下这个蛋糕？为什么会下意识的记住这个女人爱吃什么？你明天结婚就穿这个，反正傅家那个也是个半死不活的病秧子，根本没人看你。别指望家里浪费钱给你买新的。不用，我有衣服。你能有什么衣服？我可警告你，别在这儿给我耍大小姐脾气。有的穿就不错了，还挑3拣4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我来给柔柔送明天的婚鞋，顺便过来提醒你一句，明天就是婚礼了，你最好老实点，别在背后打什么歪主意。柔柔这些年受了太多苦，这辈子谁都不能再动她，尤其是你。到底是谁在受苦？哪里来的破衣服？明天别穿得得3不4的走出去，丢尽你妹妹的脸。与你无关，滚！动作磨磨蹭蹭的，别耽误了吉时。姐姐，以后去了那边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我会天天想你的。许半夏，你能不能别给脸不要脸？柔柔好心好意跟你道别，你摆什么臭脸色给谁看？我的天啊，这是哪家来接亲啊？怎么会这么大排场？不是说许家那个刚找回来的真千金是要嫁给傅家的病秧子吗？怎么这么高？傅三爷，您怎么会亲自在这里啊？接亲。不可能，傅家族老明明已经卧病在床了，你到底是谁？谁告诉你，傅家只有1位族老？傅先生，您这是来接半夏的。可之前2家商量婚事的时候，明明说是送过去给久病的那位。景病？谁跟你说？我景病不愈。这是2辈子加起来，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他。上辈子我执意嫁给顾燕青，只在婚后听说许柔自杀没多久，那个傅家病秧子也死了。那时候我甚至连那个病秧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可眼前这个男人，许半夏，人我接走了。老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之前傅家来人不是说要把这丫头嫁给那个快死的族老吗？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燕晨哥哥，这不对，这不对啊！他怎么能嫁这样的人？他凭什么？柔柔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许家、许半夏都怪他，是他抢了本该属于你的婚事，都是他们的错。上辈子柔柔代替许半夏嫁去傅家后，因为悲痛和愤怒，
我自始至终都没有亲眼见过那位富家族老。燕晨哥哥，你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如果从一开始许半夏要嫁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快要死的病秧子，而是傅衍行呢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进去吧。这就是半夏吧？长得真好看，水灵灵的，一瞧就是个有福气的。这是赵妈，以后负责照顾你的起居。这孩子怎么瘦成这样？许家不给你饭吃吗？瞧我问这些干什么？来来来，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。我一早就炖上了参汤，熬了一上午呢。三爷，许家那边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彻底查清楚了。说，许半夏3年前被许家从乡下接回来，对外说是认祖归宗，实际上是为了替许柔嫁给您。许家在乡下找到她的时候，她正在一家电子厂打工，1个月工资3000块。继续，接回来之后，许家把她安排在杂物间住，吃穿用度都和佣人差不多。订婚宴那天，顾彦辰提出让许半夏替嫁，许家没有1个人反对。许家真是好样的。另外，许小姐对草莓严重过敏，但许家没人知道。什么？去年她在许家误食了含草莓的甜品，差点休克。许家没人送她去医院，是她自己叫的救护车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许半夏小姐在17岁之前，一直被当地一位孤苦无依的孤寡老人收养，日子过得极其艰苦，直到3年前才被许家带走。既然这么对待她，那找她回来做什么？因为许柔小姐不愿意嫁给你，许家需要找一个替身，而许半夏小姐和许柔小姐刚好有3分相似，年龄又正好合适，所以婚礼照常准备，婚礼规格提到最高。三爷，您的意思是？我说婚礼照常准备，我傅衍行要娶的妻子绝对不能受半点委屈。是，三爷，我这就去办。许家不要她，我要。三爷吩咐收拾的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风格，就照着上次那个设计师给的方案做的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们再改。比我在许家住的环境好多了。瞧瞧，衣服全都给你备好了，全都是三爷特意让人按照你的尺寸去买的。你看看合不合身？要是不合适，我立刻让人去换新的。衣服的尺码我都确认过了，应该没问题。化妆品在梳妆台上，护肤品在浴室。你要是有用惯的牌子跟我说，我让人去买。赵妈，这些都是他提前准备的吗？三爷从2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。2个月前，许家甚至都还没跟傅家提起过让我过来结婚的事，那时候他竟然就已经在准备了。三爷这个人啊，平日里确实不爱说话，冷冰冰的。但他既然用了心思把你接进这宅子，就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你呀，以后就安安心心在这住着，有什么缺的随时来找我。三爷特意交代了，说今晚公司有些急事要处理，让你先吃，不用等他。好，谢谢赵妈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你草莓过敏，三爷之前交代过的，我给忘了。草莓都拿走了，这些可以吃。好了，你慢慢吃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先出去了。上辈子到死都求不来的东西，这辈子刚来第1天，就有人替我记着了。早。早。三爷，半夏，快趁热吃。今天去试婚纱，下午2点我让人来接你。好。婚纱我让人设计了几个款式，你看看喜欢哪个，不喜欢的话再换。好。腰太细了，得再养养。三爷说你太瘦了，让我多给你补补。不急，慢慢来。对，不急，咱们慢慢养。
什么东西？打开看看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带着玩不值几个钱。傅先生，你不必对我这么好。许大象，我对你好，是因为你值得。谢谢你，傅彦行。三爷，您订的那几套婚纱已经到了，一共6款，都在2楼。上去看看。许小姐眼光真好，这款是高定系列的全球限量款，全国仅此一件，三爷专门从巴黎调的货。喜欢这件？那就这件。至于其他的也都留着，以后慢慢试。好的好的，那许小姐，咱们现在先去试一下这件。天哪，许小姐，您穿这件简直太美了，我帮您拍张照。好看。腰这再收半寸，裙摆再加一层衬，现在的布料太薄了。好的好的，三爷，我亲自盯着设计师改。半夏，抱歉，公司有些紧急事需要我现在过去处理，先让司机送你回去。安全把太太送回家。我的宝贝女儿太美了，妈妈永远爱你。柔柔这件婚纱好漂亮，定制的吧？燕城哥哥专门为我定制的，全世界独一无二哦。半夏，想吃什么就夹什么啊！这个菜贵，柔柔平时最爱吃了。半夏，给你妹妹留点儿。怎么了，半夏？是不合口味吗？没有，赵妈，就是觉得菜太多了，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。吃不完就剩着，没事儿。三爷说你太瘦了，让我多做点好吃的，你慢慢吃，能吃多少算多少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就多吃点儿。少看会儿书，早点睡。许半夏，傅彦行到底是谁？傅家族老应该是病得都下不了床，傅彦行明显不是。你在搞什么名堂？许半夏，我问你话呢，傅彦行到底是谁？你查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我查了，傅家确实有个傅彦行，在族里排行第3，一直在国外养病，外界都说他身体不好。但今天那个人就是傅彦行。不可能，傅彦行要是这个年纪，他不可能。不可能什么？不可能这么年轻，不可能身体健康，还是说，不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？许半夏，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顾彦辰，你说过这辈子让我滚远点，我现在滚远了，你别再联系我。你瞧见没？许家那个刚找回来的真千金，结婚连件合身的婚纱都穿不起，真是乡巴佬进城。就是站在顾少身边，真像个上不得台面的土包子。拿走，谁知道那双手干不干净？彦辰，我发烧到40度，你能不能过来？许半夏，别装了，我没空陪你演戏。少爷，
太太她病得越来越重了，人都已经瘦得脱了相。您看，是不是该送她去大医院瞧瞧？随她去。少爷，您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刚才医院来消息，太太她已经在医院走了。许半夏，下辈子滚远点！这是我上辈子对许半夏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我到底恨许半夏什么？上辈子换婚分明是许家主动提出来的，他从头到尾没说过一个不字。而许柔上辈子要嫁的，明明是一个快要死的病秧子。不对，燕城哥哥，我不怪姐姐，也不怪你，这都是命。柔柔，柔柔，你说话呀！柔柔，那天我疯了一样赶去许家，可到时许柔已经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从那之后，我把所有的恨都转嫁到了许半夏身上。是我没用，没能保护好许柔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去替嫁，无能为力。而去恨许半夏，比恨我自己要容易的太多了。傅太太，您的骨相真的太完美了，这顶皇冠简直像是为您量身定做的。哎呦，我们半夏今天可真好看，跟天仙似的。三爷要是看见了，保准挪不开眼。赵妈，这条项链太贵重了吧？不贵不贵，三爷特意交代的，说今天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，什么好东西都往你身上戴。他还说戴完了就放你首饰盒里，以后都是你的。傅太太，您可真有福气！我做造型这么多年，哪位先生连新娘头纱要多长，皇冠戴在哪个位置，都亲自跟我们确认3遍的。他这么细心？那可不，这婚纱前前后后改了7版，每一版三爷都亲自过目，连裙摆差1公分都不行。他可是说了，他的新娘半分委屈都不能受呢。很美。准备好了吗，傅太太？嗯。我的天哪，傅家这手笔也太大了吧！这得多少钱啊？你看见那些玫瑰了吗？全是今早从荷兰空运过来的，光运费都7位数。以前都说傅三爷冷心冷情，不近女色，我看都是谣传。这哪是不近女色啊？这是没遇到上心的吧？这许半夏到底什么来头？以前听都没听过，一嫁就嫁进傅家。听说是许家那个流落在外的真千金，以前许家养的那个许柔是假的，假的就是假的。真千金一回来，直接嫁傅三爷。那假千金抢破头嫁的顾燕婷，跟傅三爷比，连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。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。久吗？很久，久到我以为这辈子都等不到了。亲爱的各位来宾，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共同见证傅彦行先生与许半夏小姐的神圣婚礼。在上帝和众人面前，我请2位郑重宣誓。许半夏女士，你是否愿意这个男子成为你的丈夫，与他缔结婚约？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或任何其他理由，都爱他、照顾他、尊重他、接纳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尽头。我愿意。傅彦行先生，你是否愿意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，与她缔结婚约？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或任何其他理由，都爱她、照顾她、尊重她、接纳她，永远对她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尽头。我愿意。你们是否都愿意为他们的结婚誓言作证？愿意。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发誓，接受你成为我的妻子。从今日起，无论贫穷与富有，不论祸福贵贱，疾病还是健康，都爱你，珍视你，直至死亡。
现在，请两位交换戒指。戴上了，就不准摘了。不摘。现在，我以上帝的名义宣布，你们正式结为夫妻。新郎，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我没事。穿高跟鞋站了那么久，怎么会没事？好多人看着呢。看就看，我疼我老婆，天经地义。三爷您就放心吧，宴席那边有专人盯着，等会儿敬酒我给您备着温水，您别真喝酒。知道了。燕窝炖好了？炖好了，炖好了，刚端过来的，还热着呢。我跟您说啊，这燕窝我特意选的最好的杆，炖了3个钟头，入口即化。放这儿吧。对了，赵妈，等会儿敬酒的时候你扶着她点，她穿高跟鞋走路不稳。哎，我记住了，三爷您放心，我一定把太太照顾好。傅彦行，谢谢你。跟我不用说谢谢。还有，别总跟我这么客气，我是你丈夫。知道了，傅先生。我的天，傅三爷也太宠了吧！我刚才拍了好几张，赶紧发朋友圈，羡慕死他们。可不是嘛，以前都说傅三爷是冰山，我看这哪是冰山啊，这是把所有温柔都给了傅太太一个人。你说这许半夏什么命啊？以前听都没听过的人，一嫁就是傅太太，还被宠成这样。人跟人啊，真不能比。你看那顾燕婷娶的许柔，脸都绿了。瞧那婚纱，我昨天在网上刷到个小鲁红，穿的也是这一款，看着还比许柔更合身呢。不是高定吗？顾家不至于吧？租的过季款呗。顾氏现在都快被傅氏打压的破产了，哪还舍得花那多余的钱？看看人家傅太太身上的那件，那可是全球唯一的高定啊！光是裙摆上的碎钻，估计就顶了顾家这一整场婚礼的销项了。还有脖子上那吊坠，那是帝王绿啊，傅家老太太的传家宝。当初许家把这假千金接回来，他还嫌弃傅三爷是个病秧子，死活不肯嫁。谁能想到病秧子成了掌权人，把真千金宠上了天呢？费尽心思抢了顾燕晨，结果呢，现在反而成了全圈子的笑话。哎，你们看那顾燕田，心思也不在新娘身上，在那刷了半天手机了，一直翻来覆去的看傅太太的回头照，脸拉得比驴还长。这婚结的真没意思，走不走？我听说好几家都准备撤了，去傅家沾沾那边的喜气。走，去沾沾喜气，留在这儿看闷戏太无聊了。何太太，谢谢你今天拨区前来。顾少夫人，恭喜啊！今天可真巧，你姐姐也是今天办婚礼吧？是。我刚才看到朋友发的江边现场视频，傅三爷全程牵着许半夏的手，那眼神一刻都没挪开过。你们姐妹俩，一个傅家，一个顾家，真是各有各的福气啊！这上呢，有些是不是？2辈子了，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笑过。许家真千金才是好命，假千金费尽心思抢的男人，跟傅三爷一比，连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。可不是嘛，顾家这婚礼真是丢人现眼。顾燕晨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就是想让许半夏压我一头，是不是？凭什么他的彩礼是8位数，我只有600万？凭什么他的婚纱是全球唯一，我这件还被人说和去年某网红的婚纱撞款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是不是还想着他？顾燕晨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闹够了没有？
晨，你看许半霄，他天天在朋友圈晒那个赵妈给他做的甜品，我管不着。你现在就给我花10万块钱，请个私厨回家专门给我做。还有，上回他陪傅衍行去晚宴穿的高定礼服，你必须给我买10套一模一样的堆在家里，听到没有？我不吃姜，你放这么多干什么？吃点姜怎么啦？你以前又没说过，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。还有你，让你洗个内衣磨磨蹭蹭，私底下议论我是吧？给我哭什么哭？明天给我结账滚蛋！这已经是你辞退的第3批佣人了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上辈子半夏在顾家的时候，每天起大早给我熬粥，他知道我不吃姜，连汤里的葱花都会挑得干干净净，我却把那么爱我的他活生生逼死了。顾总，上次您让我查的订婚宴那件事有结果了。什么结果？快说！当年您和许半夏小姐那件事，我找到了当时宴会厅的老服务生，他说，当年是许柔小姐在您的酒杯里加了东西。许柔小姐本来是想等您喝晕了，自己和您待在一块儿，好逼2家长辈提前同意婚事。没想到那天许半夏小姐正好去储物间拿自己落下的外套，意外撞了进去。原来不是他，我恨了2辈子的人，从来都没有错，错的是我，是我眼瞎心盲，我把毒蝎当成白月光，把真心待我的人亲手逼上了绝路，该滚的人分明是我。家里书房的花瓶空了，早上出门前答应过傅衍行要买2束回去插上。半夏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顾总，我们不熟，松手。是许柔设计害我，当年的事都是许柔在背后搞的鬼，是我恨错人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半夏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回去和许柔离婚，我娶你，我把顾家所有的东西都给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别再跟着傅衍行了，他就是个……是什么？顾总，我傅衍行的太太，你也敢碰？傅衍行，你别得意，我和半夏认识在先，我们上辈子还是名正言顺的夫妻。上辈子你让他住最下层的杂物间，让他在圈子里被人戳脊梁骨，最后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医院里没人收尸。顾衍辰，你现在也配在我面前提上辈子？你到底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给你3分钟，立刻从傅家的地盘上滚出去。下次要是再让我看见你骚扰我太太，就绝对不会像今天这么简单了。我不管，许半夏，你凭什么跟他？当初本该嫁我的人是你，是许柔耍了段，是我眼下错怪了你。我跟他过不下去了，我现在就回去跟他离婚，故事都是你的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我有后半辈子补偿你。傅衍行他跟你才认识几天，你了解他吗？你跟我走，我们重新开始。这是那不是顾家少爷吗？怎么这副疯疯癫癫的样子？敢在傅家地盘上闹成这样，他是连顾氏都不想要了。补偿，顾衍辰，你也配提补偿？当初2家人坐在一起，把我推去给傅家的时候，你站在许柔身边，说我本来就该去。我在许家住杂物间，吃剩饭，甚至草莓过敏休克都是自己叫救护车，而你反倒是说我装病播同情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我许半夏跟傅衍行在一起是我心甘情愿的。至于你，你连给我先生提鞋都不配。把他扔去顾家门口，顺便告诉顾董事长，从今天起，傅氏终止和顾氏所有合作，顾家名下所有产业，傅家全面封杀。先生，傅衍行，你敢！你来骚扰我太太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敢不敢？许半夏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傅衍行他根本不爱你，他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利用你。我真的彻底失去他了，2辈子的纠结，原来全是我自己亲手弄丢的。下到了，无关紧要的人而已。花买好了，回家插你书房里。
手疼不疼？下次再遇见这种疯子，一个字都不要跟他说，直接让保安把他扔出去。不疼，不过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你出门都半个小时了，我是怕你迷路，所以顺路过来接你的。这附近的路我明明都走了好几次了，怎么可能迷路？你呀，分明就是不放心我，特意找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说这个，我们回家。哎呦，小两口回来啦！这汤啊刚煲好，快洗手准备吃饭。多吃点，都是你爱吃的，你还是太瘦了。许半曼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可爱！你都嫁进傅家，还在勾引燕城哥哥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！我警告你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顾氏的所有合作，从现在开始全部停掉。以后这种垃圾发来的脏东西，直接转给我，我来处理，别脏了你的眼睛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在想什么？在想许柔接下来还会做什么。她那个性子，可从来都不是个肯吃亏的主。他做什么都没关系，只要有我在，翻不起浪来。2辈子加起来，我竟然从来都没有过这样踏实和安稳的感觉。上辈子在许家时，我需要时时刻刻小心翼翼；嫁去顾家后，更是每天如履薄冰，到死都只是孤身一人躺在冰冷的病床上。可是这辈子，明明才过了短短半个月，我却好像已经拥有了以前连想都不敢妄想的安稳生活。顾总，傅氏那边的态度实在是太坚决了，所有对接的项目现在已经全部叫停，他们根本不给协商的余地，甚至连违约金都直接打到了我们账上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好几个跟我们合作多年的合作方，一看到傅氏发难的风声不对，今天下午也都纷纷派人过来，提出要跟我们解约。我知道了，傅彦行这次真动了，顾氏这次恐怕真的要在劫难逃了。顾远辰，你到底有没有用？傅氏把我们的合作全都叫停了，你现在居然就这么眼睁睁的干看着？知道现在外面那些长舌妇都在怎么看我的笑话吗？你闹够了没有？要不是你今天大清早发那些下作的短信去骂许半夏，傅衍航怎么会突然发难？顾氏今天会封死跌平板，全都是因为你这个疯子！你怪我？你现在出了事，居然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！要不是你心里天天还惦记着许半夏那个贱人，我至于去骂他吗？顾彦辰，你上辈子口口声声说你最爱的人是我，怎么着这辈子你一睁眼就是这么对我的？你还有完没完？彦辰哥哥，你别凶我嘛，我就是心里不舒服。心里不舒服就摔东西骂人。我认识的柔柔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你连大声说话都怕，受了委屈只会红着眼说不怪姐姐，安安静静的。现在呢，面目狰狞，跟泼妇有什么区别？我这不是被气的吗？换谁不生气啊？是吗？许柔，我问你，订婚宴那天，我酒杯里的东西是你放的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没有。当时酒店的监控录像，当晚值班服务员的亲笔证词，现在全都在这个 U 盘里。你当初设局算计我，本来是想逼着2家长辈提前同意你我的婚事，你千算万算没算下会突然去储物间拿他落下的外套。许柔，从头到尾全都是你一个人在背后搞鬼。这又怎么样？我昨
半夏他回来抢了我真千金的位置，我怕你被他抢走。烟尘哥哥，你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这么怪我啊！小事？你管这叫小事？就因为你嘴里的这件小事，我像个眼瞎心盲的疯子一样，整整恨了半夏2辈子。我把那个满心眼眼都是我的人，整整折磨了30年，最后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医院里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许柔，你管这叫小事？你这个恶毒的疯子！许柔，我们的事之后再慢慢算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，管好你的嘴，管好你的手，别再去招惹许半夏一向。要是你再作死，别说傅衍行要动手，连我也绝对不会再保你。听懂了就给我滚！顾燕晨，你现在满脑子想的居然还是他，凭什么？凭什么许半夏那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能嫁给傅衍行那样的通天大人物？凭什么她能轻而易举的拥有我梦寐以求、费尽心机都得不到的一切？哎呦，我们半夏穿上这身，今晚的慈善宴会上，那些个名媛千金肯定都要被你比下去，绝对能艳压全场。2辈子加起来，第一次穿上这么贵重的礼服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我的太太怎么样都好看。小心裙摆。这就是傅家新娶的那位太太，这气质真是绝了。不是说是个乡下接回来的吗？怎么跟傅三爷站在一起，气场一点都没被压下去？上辈子跟着顾燕晨出席这种大场合的时候，永远只能缩在他的身后。原来被人护着的时候，不会有半分的怯懦。左边穿深灰西装的是王总，右边那位是李董。别紧张，有我在。瞧见没？那就是顾家新娶的那位太太，跟主桌上的傅太太一比，简直一个天一个地，差的也太远了吧？可不是嘛！听说原本傅家这门婚事该是他去的，结果他自己耍心机手段，把那个真千金推去傅家受罪。谁能想到踢到了太金板，傅三爷根本不是传闻中快死的病秧子。这就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放着泼天的富贵不要，非要抢快要破产的顾家。你看现在，顾氏在傅氏的打击下都快要垮了。许柔，你给我站住！许半夏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得意？你不就是命好吗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当初我死都不想嫁给傅家，这个傅太太的位置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？哦，听你这意思，你现在是后悔了？你少得意！许半夏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大字不识几个，根本配不上傅三爷。你懂上流社会的规矩吗？你知道今天晚宴上这红酒是哪一年的吗？你怕是连这里的刀叉都不会用吧？可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现在什么人都敢来我们傅家面前讲规矩了？半夏已经嫁进傅家，那就是我们傅家的人，哪轮得到你这个外人在这指手画脚？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跑主桌来教训傅家的人，真是不自量力。顾家现在都快破产了，这位顾太太还有闲心来管别人的家事，果然是没教养。燕晨哥哥，你看他们都合起伙来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故意欺负我。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跟我回去！我不回去！许半夏，你现在别得意太早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给我等着！没被那个疯子气到吧？没生气的必要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。上辈子是我太蠢，这辈子他还不配让我动气。
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你这孩子现在嫁了人，怎么还跟爸妈生分了呢？有事就说，别套近乎。大夏呀，你看你现在嫁得这么好，都成富太太了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许家和你亲妹妹落难不管吧？没被那个疯子气到吧？没生气的必要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。上辈子是我太蠢，这辈子他还不配让我动气。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你这孩子现在嫁了人，怎么还跟爸妈生分了呢？有事就说，别套近乎。大夏呀，你看你现在嫁得这么好，都成富太太了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许家和你亲妹妹落难不管吧？还有顾家，你回去跟傅三爷说说情，让他也别跟顾氏计较了，都是一家人。对啊，你妹妹年纪小，被我们宠坏了，不懂事。之前她发短信骂你，都是她一时糊涂。彩礼钱被你们私吞的事，我今天不跟你们计较。但从今天起，我和你们许家彻底两清，以后都别再来招惹我。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要是没有我们，哪里有机会嫁到傅家？你现在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就想翻脸不认人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如果不帮我们，我们就立刻闹到傅家去，看看到时候你在傅家还怎么做人！闹到傅家？两位是想闹到谁面前去？傅三爷，我们没想闹，我们就是瞧见半夏过来跟他说两句家常。家常？我傅艳行的太太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教训。那笔彩礼被你们吞了，我原本是懒得跟你们计较的，可现在看来，倒是给了你们雄心豹子胆啊！竟然还敢蹬鼻子上脸了！把这两个人给我客客气气的请出去。从今往傅家所有的场合，不许他们再踏进半步。另外通知下去，谁要是敢跟许家合作，那就是跟我们傅氏集团过不去。半夏，你不能这样对我们，我们可是你的亲。笑到了？没有，谢谢你。跟我还说什么谢？我说过，只要有我在，就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当初娶进门的时候，还以为是个能帮衬家里的大小姐。哎呦，真是家门不幸呐！谁能想到？这刚结婚才几天啊，娘家的小破公司就垮了，连别墅都被查封了，全家跟丧家之犬一样搬进老城区的破烂民房，真是一天好运没带给顾家，活脱脱一个丧门星。妈，爸妈他们也是被傅艳行逼得没办法了啊！您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说错了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顾家至于被傅家针对成这样吗？现在燕晨天天早出晚归，低三下四，在外面到处求人投资融资，可就因为你，现在谁敢冒着得罪傅家的风险来帮我们？我儿子现在宁愿天天睡公司的破沙发，也不愿意回来面对你，你还整天哭哭啼啼，装给谁看啊？许半夏，全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这个贱人抢了本该属于我的生活，我才应该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傅太太，我才应该拥有人人都厌恶的一切。许半夏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过得不好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我一定要让你万劫不复！姐姐，之前都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们姐妹俩其实没必要闹成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杯酒算我赔罪，我们一起喝一杯，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你在酒里加了什么？
你胡说什么？这只是普通的红酒啊。是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许半夏，你这个贱人，凭什么抢我的东西？当年的事本来就是我撺掇爸妈的，后面的一切也都是我做的。我就是不想嫁给富家的病秧子，才让许半夏去当替死鬼。可为什么最后反而便宜了你这个乡巴佬？天哪，他在说什么啊？他这是干了多少坏事啊？还在这种场合自爆了？可不是嘛，顾总被这个女人耍得团团转，还把她当宝贝供着呢，真是个大冤种啊！这就是我深爱了2辈子，宁可折磨半夏也要护着的白月光，如今却像个无可救药的疯子，躺在地上任由所有人围观，颜面尽失。许柔，你别闹了，我扶你起来。你别碰我！顾燕晨，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连自己的女人和公司都护不住。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放着傅三爷不嫁，选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。要是我嫁给了傅彦行，现在哪里轮得到这个贱人在我面前嚣张？够了！你给我闭嘴！真是一出好戏啊！这位顾太太不仅心思恶毒下作，手段肮脏，居然还这么蠢，把顾家的脸都丢光了。哎，快看啊！顾家单方面发离婚声明了，许柔被顾彦晨净身出户了。真的假的？他们前阵子才结的婚啊，还跟傅家同天办的喜事，怎么这么快就出事了？何止快，离得还特别难看。顾家直接公开发的声明，半分家产都没给他留，现在全城都传遍了。你看前面那个是不是他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走走走。爸，你们开门啊！是我啊，我回来了。现在全城都知道燕晨哥哥不要我了，我好想回家，求求你们开门吧，我真的没地方去了。你这个扫把星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要不是你在酒会上发疯，露出那副丑态，傅彦航怎么会把我们许家彻底逼上死路？滚！我们许家没有你这种恶毒还愚蠢至极的女儿，都是你害得我们破产，流落到这破民房里。快滚！别在这碍眼。今日新闻：顾氏集团今日正式宣告破产清算。前方记者了解到，顾氏集团总裁顾彦晨现已变卖所有家产抵债，即将出城另寻机会。他是否能东山再起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三爷、太太，顾彦晨来拜访，现在正在门口等着。他说他就要离开京城了，走之前想见太太一面。你要见一见吗？让他进来吧。半夏，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是我瞎了眼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没有下辈子了。顾彦晨，上辈子的事儿我早就放下了，你我之间两清了，以后别再来了。我看着他离开的方向，心里竟然真的没有起半分波澜。原来恨了2辈子的人，到最后也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都结束了，之后他们再也不能来打扰我们了。傅彦行，你是不是也重生了？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上辈子，其实在许柔走后没多久，我就见过你。在他的葬礼上？那时候你是跟着顾彦晨去的，
穿一身黑裙子，一个人缩在角落，看着孤零零的。后来葬礼散场后，你还偷偷绕去墓碑前放了束花。我听见你叹气了，说他其实也是个可怜人。你居然都看见了？那时候许家破产，人人都指着他的照片骂，说他自作自受。可他走到那一步，大半都是被家里的贪念推着走，到死都没为自己活过几天，确实可怜。这么久的事，你居然记到现在。从看见你站在墓碑前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忘不掉了。那时候我身体已经垮得厉害，常年在国外养病，1年都回不了1次国。所以林园那次碰面是你难得回国？后来我有派人查了你的事，知道你在顾家步步维艰，本来想立刻回国帮你，可还没等我动身，我就死了。我闭眼前最后想的就是，要是能早点遇见你就好了。结果一睁眼，真回到了2个月前。就是许家要找人替嫁的时候。许家四处托关系探我的病情，想送女儿过来，我顺势应了，只在合同里提了一个条件，嫁的人必须是你。原来根本不是什么阴差阳错，从一开始你就是特意奔着我来的。是跨越生死，专程来找你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怕你有负担，上辈子的悲剧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你因为亏欠，因为感激才留在我身边。半夏，我要的是你这一世心甘情愿地爱上我，真心实意地跟我在一起。傅衍行，谢谢你。傻瓜，跟我还说什么谢？往后有我在，这天底下就再也没人能欺负你了。半夏，你瞧瞧你现在的气色，小脸红扑扑的，多好看啊！这些日子你的胃口比以前好多了，人都养胖了些，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瘦的都让人心疼。这还不是您每天都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把我的胃口都给养大了。那也是三爷疼你，每次他出门前都要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做菜千万不能放香菜，还非得让我每天提醒你睡前必须喝一杯温牛奶。怎么还没睡？今天公司加班辛苦了，我来给你送夜宵。这是我下午刚跟赵妈学会的，你尝尝合不合口味？好，不过先把你的温牛奶喝了，一滴都不许剩。等夏天到了，这里肯定能开出一主片金灿灿的向日葵。听你的，以后咱们在院子里都种满向日葵。这周末想去哪儿散心？市美术馆有新画展，剧院那边新排了话剧，要不带你去周边的小镇游玩2天？去哪儿都好，只要是跟你一起。我慢慢敞开了心扉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封闭自己。从前那些冰冷灰暗的过往，终于在日复一日的温暖里彻底消散了。我要当爸爸了！我要当爸爸了！这么高兴啊，准爸爸？那当然，这可是我和半夏的孩子。小王，马上找最顶尖的月嫂和营养师给夫人安排上，全屋桌脚台阶全贴上防撞垫，一点棱角都不能留。还有婴儿服，男孩女孩款各先备1批。算了，你先列好母婴用品清单，明天我陪夫人亲自去商场挑。对了，家庭医生也得24小时待命，还有家里的楼梯。好啦，都听你安排，我相信你。我一定把你和宝宝都护得好好的。慢点喝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可别凉着了。好甜啊！这是赵妈特意给我炖的。赵妈炖了1上午，特意交代让你喝了解暑，不过不能多喝，怕你胃着凉。小家伙今天闹你了吗？有没有踢你？没有，今天挺乖的，没怎么动，估计也怕热呢。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在想，我现在真的很幸福，以后会更幸福。半夏，往后余生我都会陪着你，寸步不离。